我是档案小专家，一天到晚档案包的书记双面胶，满脸的灰尘个人笑，手忙脚乱只有我知道。你回来这么快，帮我把门口灰色的档案盒拿过来呗。林总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是英杰来了。哎，谢谢林总。你很开心？我听到你在唱歌。就是之前闯了祸，但林总你帮我们解决了，心里轻松了很多。这个马屁会不会不到位啊？要不要再来两句？整理档案虽然有点累，但是找到方法整理好，内心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天哪，姐妹，我不是故意拖延不来帮你，刚刚排队排到一半，老板不知道干嘛去了，我傻等了半天。不过，我把雨华带来一起帮忙啦。先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想啥呢？你们刚刚看到林总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早就下班了吧？他刚在这里查资料，足足待了40分钟。林总今天居然又来了，什么资料查这么久？光伏玻璃采购合同 ，EVA 采购合同，采购合同，都跟采购部有关。我就知道林总长这么帅，一定有脾气，怎么可能任由那种小人欺负到头上呢？对了，西光，你最近调到管理部的消息已经在公司传开了，延伸出好多个版本，还有人跑过来跟我套话。套什么话？就是问林总是不是亲自从财务部调了一个大美女到管理部。大美女啊？我？对呀，我们部门也有人八卦，说林总长这么帅，会让把你从财务部调到管理部，很多人心里都很有想法。而且你最近在整理档案，林总天天去档案室，有心之人看在眼里，能不多想吗？要不你是我姐妹，我都怀疑了。太过分了！我不允许有人这么污蔑林总。啊？
你们不知道，林总天天去档案室，是有着伟大且正义的目标的。什么伟大且正义的目标？事已密成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总之，林总不是那种大家猜的低级趣味的人。我和他有着共同的伟大的正义的目标。我宣布，我们是同盟。我去档案室啊。小聂工作很积极啊。对，因为他有伟大且正义的目标。啊？什么？啊，没啥没啥，我瞎说的。按年分类。林总怎么还不来？不会今天不来了？林总，这些是不是你要找的资料？你很聪明。没有没有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林总，你要是还需要什么资料就告诉我，我记性很好的，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找出来。你记性好。对啊。很好，有一桩事要麻烦你。什么？麻烦你对公司采购量前50的产品做一轮外部询价，前50，包括每样产品在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价格。历史价格？对，05年成立以来。你记忆力很好，我相信你做起来一定不难。我们再也不是同盟了。我宣布，我和林总的同盟单方面破裂。傻孩子，你和林总结盟，林总知道吗？我废掉了，我现在满脑子低铁玻璃每平方米多少钱，乙烯醋酸乙烯酯薄膜每公斤多少钱，付款周期是多少？我再也不是一个浪漫的少女了。我是真的不太懂你们管理部，这工作也太锻炼人了。英姐，你入职后被领导布置过这类任务吗？什么？我进来前几天连领导的长相都没看清。不对，你这样说我觉得有猫腻。林总对西光很不一样啊。谢谢你发现了，他对我特别残酷。不是，你方向错了。西光，林总不会真的对你有意思吧？一般电视剧、小说都是这么写的，女主角一进公司就受到了上司的另眼相待，调到了自己手下，天天都能看到他。如果电视剧里一个男生问女生想吃什么，给她做饭，是不是代表这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？那必然啊，做饭什么的最有爱了，甜甜的，我喜欢。但事实上呢，也许只是他不想女生请他吃大餐，不想沾光，宁可自己动手。啊？人设这么傲娇的呀？所以说，自作多情是病，一定要治的。我决定了，做完这笔买卖，我要请假。你不
不是要请假吗？这是在加班？我先把查到的价格做一个豪华的表格出来，让我的前盟友惊掉下巴，恭恭敬敬批准假期。我用电话和邮件形式询问了每样产品多家供货商的历年报价。考虑到林总您可能需要一定保密性，所以我用自己手机打的。我的手机号属地是无锡，所以对方应该联想不到我公司。邮件询问的时候呢，我编了一个江西的公司。制成表格后，我把我们历年的成交平均价格也输进去了，价差超过10%的都有红色提示。你很谨慎，工作完成得很好。谢谢林总。林总，我想请个假。3天，为什么请这么久的假？因为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很遗憾，我曾经是个医生，我实在看不出你身上有哪里不适。你是中医？我是说中医才会望闻问切啊。假期我不批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怎么样？你前盟友下巴掉了吗？你是中医吗？不是啊，你抽风啊？你听到这句话会生气吗？这有啥好气的？最多觉得你像个神经病。对啊，奇奇怪怪的，像被踩了尾巴啊？你说谁被踩了尾巴？我说这几天我要夹紧尾巴。我感觉我到极限期了，明天必须出去吃饭。你这极限怎么3天一次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宿舍就将就着住，姨父已经帮忙打过招呼了，尽量的不给你安排其他舍友啊。来来。什么情况啊？一栋有新员工搬进去了，宿管科之前明明说有空宿舍会立刻安排我们的呀。我打听到了，昨天那个搬进一栋的是采购部的新员工，一栋空了间房，他直接就住进去了。凭什么呀？不是应该先安排我们吗？我们先入职的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我要去写投诉单。写投诉单估计没用，这人据说是采购部莫总的亲戚。怎么又是采购部？这个莫总也太嚣张了吧！就是啊，领导的亲戚又怎么了？总也要讲规章制度的吧？后勤部肯定是要给他面子的，就算投诉了，可能也会故意拖着不处理，敷衍我们。哦，据说食堂的承包商都是他塞进来的关系户，怪不得这么难吃。这简直是新仇旧恨啊！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就这样算了。要不我们直接找林总？林总？对啊，林总级别总比莫总高吧？不怕他。而且我和英杰是管理部，雨华你是市场部，都是他直接领导的部门，不找他找谁？
可是林总会不会要我们给他找事儿，让他难做？也是，万一林总觉得我们不懂事，那就完蛋了。哦，是啊，是我想的太少了。这样吧，我看啊，投诉单也别写了，我单独去找林总。我不怕他对我印象差的，反正他对我印象已经够差。别，你也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吧。反正我们要去一起去，要不谁也别去，听到没？知道。小可，给你。什么会开这么久？林总，那我先回去和盛远财务部的巴总沟通一轮。林总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林总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把门关上。什么事？不知道他穿上白大褂会是什么样子。是这样的，我发现了破坏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，我觉得不予以修正的话，对公司的公信力有很大的影响。具体一点。我和英杰、雨华是先入职的，可后勤部却把1栋的宿舍给了刚来的。你找我，就这种事？是啊。童总，你过来一下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，只看到了新的申请单，把之前入职的同事疏忽掉了。没事，就是希望能尽快调整过来。这同事已经入住了，我们也要去沟通一下。可能你们的疏忽的确造成了别人的麻烦，理应道歉，然后重新安排妥当。是，就是刚刚在路上遇见了莫总。这跟莫总有什么关系？莫总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这事员工已经反映到我这边了，不妥善处理，恐怕难以服众。当然，一切按公司制度办事。这件事归根结底是后勤部的疏忽，跟莫总没关系。我相信同事们也不会对莫总产生误会。我马上去跟那位同事沟通，重新安排宿舍。就是有个问题，只有一个宿舍，2个床位，你们宿舍有3个人，怎么分配呢？
其他2个人搬过去。好的，那林总，我先去安排。聂小姐，你对我的处理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我猜也是。聂小姐既然有意微服私访，想必也不会介意住得更贴近民情一点。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老为难我了。为什么所有男的只要长得帅点就跟我过不去啊？哎，这还不好吗？要有美女来为难我的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江瑞，啊，那你就没问问他怎么知道你来历的？我当然问了。你以为他会配合的回答我吗？那这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。他一个从生源总部调过来的人，知道你在这儿，其实很正常。不过他这态度，姐，人家一个外科医生才到1年就到了部门经理，你就没想到其中的问题吗？我想过啊，可是这跟我又没什么关系。不，跟你没关系，那跟你爸呢？我听说盛远内斗这几年挺严重的，他们老头子要定接班人了，儿子又多。你爸跟盛家大儿子盛博凯关系好，你这个上司又不知道是谁的人，但肯定跟盛博凯不是一派的，所以我就琢磨着，你这是遭池鱼之殃了。是吧？我感觉他不像是那种会因为争夺权力去迁怒别人的人，他是那种看上去就很光风霁月的人。他以前不是医生吗？就是看上去就不会收红包的那种。不是吧，姐？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说他人品不错？你这要恋爱的节奏呢，姐姐。一码归一码。江瑞，上海离苏州不远的，高铁10几分钟就到了。我到你学校去看你哦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不逗你了，不逗你了，一下。也是，他们这些人都玩阴的，这样为难你的话，哪会让你这么轻松啊？人家智商不会这么低的。你是不是骂我呢？怎么会呢？哎呀，那我觉得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。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，让人家对你印象不太好？怎么可能？我。说来听听。说你个头！我挂了啊。你们坐着不动干嘛？赶紧收拾东西搬宿舍啊！宿管科那边下班之前打电话说1栋的宿舍已经清退打扫好了。哎，这效率还得林总出马。希光，这个宿舍我们不能搬。我今天没有第一时间跟你进去找林总，已经很不对了。结果你是冲上去的那个，好处却是我们享受了，这实在说不过去。找林总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你没有反应过来很正常啊。而且林总天天指使我干活，我就是想给他找点事情做做嘛，跟你没关系。最后决定谁去住1栋，也是按照入职顺序。我去住了又不合理啦。可是我，哎呀，别可是啦，快快快，我帮你们一起收拾，咱们赶紧把洗衣机和冰箱给占住。包总，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，怎么跟我一样的加班啊？你说，我听着。啊。哦，包总，这是盛博凯盛总的意思吗？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。我
我这不是怕这事情办不好吗？就怕你办好了。光伏现在这个行情，让你真帮忙，那不是为难你？我们肯定是不想为难你的，但是下面公司都求到眼前了，我们也不好一点事情都不做呀。我明白了，这事儿简单，我派人去装装样子。宋总敞亮人，改天，大盛总有空，咱们一起喝酒。好嘞，你放心吧，啊。高旭，你过来一下。宋总，盛远前些年投了一家光伏企业在苏州，叫苏州双远。你跟他们联系一下，去做一下贷前调查。好，我马上联系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耽误其他工作，速去速回。好。哇，这就是西光为我们奋斗来的领地，有冰箱，还有洗衣机。赶紧收拾一下，不早了。明天我把洗衣机洗一遍，消个毒。希光，以后你有衣服都拿过来洗啊。嗯，那必须的。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希光，林总真的不会怪罪你吗？他就算怪罪我，也不会因为这件事。我少在他眼前晃就行。下周不是厂区大盘点吗？我第一个就去。林总，按照约定，一心信托的涂总9点钟会来拜访，10点半，石库方的平总会在2期厂区等您碰面。另外，华亚银行今天会有人来做实地考察，您看您要不要见一面？华亚，什么人过来？上周电话联系我的是信贷部一位姓庄的先生，我已经让财务部对接了。我就不见了，财务部接待吧。好。等一下，聂希光出去做什么？管理部和财务部配合厂区大盘点，要好几天呢，大家轮着。小聂今天主动请您去了，他也挺勤快的。我真是服了，盘点了3个小时才盘完1个品类，这得盘到猴年马月去啊！就这项材料库存特别大，先难后易嘛，谁让你们跑在第一天呢？谢谢。喝点饮料补补状态。谢了。还有50分钟下班，第2个品类也差不多2个小时，要不啊，我们先吃饭休息，下午提前开始啊。行啊，反正都是我们的活儿。我去给你们拿饭。谢谢啊。谢了。谢谢吴总，我对双远的财务状况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，汇报会上会着重强调双远的偿付能力。麻烦庄经理了，眼下市场艰难，但其实我们的经营状况还算可以的，有背靠2家大企业，国家出了很多利好行业的政策，只要挺过这一阵子，市场回暖后潜力巨大。庄经理饿了吧？我先带你去我们小食堂吃饭，下午我们再去看看厂区。抱歉啊，去厂区这次可能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，下午还得赶回上海参加一个小组会议。这样啊，哇，琪琪，你亏大了！蛋蛋说你们财务部今天来了超级大帅哥，结果你进厂盘点1天。帅哥？谁啊？哪里来的？在问蛋蛋呢。小苏和蛋蛋一个宿舍的。蛋蛋说了，是华亚银行来的。
知道姓什么吗？这不能知道吧？蛋蛋成本组的，银行多半是找资金组的人谈贷款什么的。哎呀，等我们盘点完回去，人家肯定早就走了。他知道呀，正在跟我八卦呢，说人家名字都很帅，姓很少见，庄真的少见了。希望，你怎么了？我忽然想起来，办公室还有点事情，我回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你很着急吗？你的盒饭都送到厂里来了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想那个人，我想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我想时间大概还不够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厂区盘点。我马上就回去。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。为什么？擅离职守。当然，聂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谁都没法勉强。我愿意极了。来的那位庄经理，人看着倒是挺认真的，也问了我很多行业相关问题。但华亚那边就来了这么一个人，这么年轻，职位也不想要，我看着放贷的希望不大，而且来去匆匆的，连厂区都没去。厂区都没进。对，我还特意邀请了，他说赶着回去开会，我就没有再坚持。华亚那边不强求。今天一信和我们谈得很好，合作态度很明确了。你跟他们推进一下具体的方案。好，我立刻推进。这几个也是上面的。好嘞。记好。小心！没事吧，西瓜？
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这是被什么砸了？一个小零件盒。还好没破皮。明天我要注意点儿，戴个帽子去。不用了，明天还是我。啊？为什么？主管，这周的盘点全部结束了，新单在这里。辛苦辛苦，赶紧休息一下。哎，妈，我这周不回家了。啊，我跟同事出去玩。拜拜。习惯，你这周也跟我们出去玩吧？不去。明天我要在床上躺一天，家都没力气回。那你跟你妈妈说要跟我们出去啊？我随便说的。不然说我已经被上司折磨到不能动弹了。对了，你们明天去市区帮我带点吃的回来当晚饭吧。我们明天不去市区啊？之前我们说话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当然没有听啊，我累的耳朵已经聋了。那你们去哪里啊？去上海。不过回来会很晚，你得自己找吃的。上海？你知道我以前在北方念的书吗？现在来南方工作了，又那么近，当然要去上海逛逛啦。我们这里去上海可方便了，在公司门口拦车就行。我也去。雨华说她想去平安寺烧香。哎，对了，习光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没什么。我也去。林总，你也去上海啊？我可以带你们过去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林总。走，那西光坐前面吧。好机会啊，你好好跟林总打打关系，毕竟不是上班，大家都比较放松。走，走，雨华，上车。
去哪儿？我们先去平安寺，雨华最爱求神拜佛了，听说那儿求财很灵的。我想去外滩逛逛，不过都说那儿是外地人才去的，但我就是外地人啊。你呢，林总？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不方便回答的话也没关系。你顺路吗？不顺路的话，下了高速把我们放下就可以，我们可以打车的。西光最近很累的，听说盘点要爬上爬下，做升降梯什么的。西光还摔了一跤呢，手上和腿上都破皮了，脑袋还被零件砸了一下呢。到了，西光，醒醒，我们到了。你到哪儿了？平安寺。他一定是晕车了，早点下车透透气儿。那谢谢林总送我们。谢谢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林总真是好人啊！我以为一到上海，他就会让我们下车自己打车呢。人家是看西光睡得像猪一样，不好意思赶我们下车吧？刚刚多好的机会啊，又不是上下班，你就不能好好说几句话，缓和一下关系？我不用讨好的。你怎么这么犟啊？哎，别在庙门口吵，咱们进去呗。谁跟他吵架了？谁吵架谁猪。你才是猪。我不进去了。不是，来都来了。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，我只拜我老家门口寺庙的佛，不能三心二意，不进去就是不进去了。啊，我陪你进去，来都来了嘛。不过以后我跟英姐吵架的时候，你得帮我。那肯定的，从今以后我都帮理不帮着。许愿，许什么好呢？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。为什么？擅离职守。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，升职啊、调回总部啊什么的都行，被外星人抓走也无所谓啊，求他快消失。许什么愿了？你们许的愿望不能说出来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神神秘秘的。不过在你们进行玄学活动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安排好行程了。我们先去外滩逛一逛，然后去城隍庙吃小笼包、菜饭、骨头汤，经典上海之旅。走。外滩果然没什么好逛的。要不我们直接去城隍庙吧，去吃小笼包。好呀，我没意见。西瓜，你呢？西瓜，我们过江吧，去陆家嘴。干嘛去浦东呀？城隍庙更近啊，而且正好是小吃节。你想啊，满街都是好吃的，又不会贵。哪里没有好吃的？去陆家嘴，我请大餐。真的假的？你请大餐？真的啊，大餐。可是，我还想去小吃节。
那里有很多帅哥，而且都是精英。真的？当然，那边是金融中心嘛，上海最有活力的地方，什么证券公司、银行啊，反正帅哥遍地走。去。盛源总部好像就在那边哎，林总会不会在里面啊？那我们能不能搭他的车回去啊？师傅，去盛远大厦。啊？伊森，要不要也来一场啊？很久不打了，手生。让你陪下国岭，总说走不开，还以为在室内模拟器练习，能陪我挥几杆呢，结果还看我老头子自己打。走走。谢谢李叔。你这趟来，不是为了看我老头子打球的吧？让我猜猜，是为了苏州公司扩建款项的事？怎么，实地操练了一番，感受如何呀？感受是，实业不易做，更加体会到先辈创业之艰难。不过我今天来，并不是为了工程款。我知道最近集团拍了好几块地，资金压力比较大。双远第3期工程款及时到账，已经是外公特别关照，不好再开口的。资金不足的部分呢，我这边先寻求看看其他的融资办法。不是为了工程款，那是为了什么呢？厂里有些其他事情吃不准，想问外公。还有你吃不准的事，说来听听。苏州采购部发现了些蛀虫，想问外公要怎么处理。西光，你真的去找林总啊？什么？哦，不是啊，这边有很多好吃的餐厅，我们就在这附近吃吧。你好，请进。这会不会有点贵呀？加了那么多班，有加班工资。你好，菜单。谢谢，你们看一下。我要1份油爆虾、鸡油豆苗、酱爆猪肝、本帮红烧肉、香油鳝丝、糖醋熏鱼、螃蟹炒年糕。你们想吃什么？不用了，够吃了。再来1份南翔小笼包，3份杨枝甘露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希望你疯了，这么多菜肯定要600-700，而且我们肯定吃不掉啊。那就多吃一会儿呗。东边的老虎吃人，西边的老虎也吃人。水至清则无鱼，抓得太紧了，有时候会打击下面办事的积极性。从小看外公处理集团事务，这些道理我都明白。但是我多看了2眼，
发现这事对集团内部也产生了些不好的影响。09年前，双远光伏玻璃的供应商一直是爱悦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七彩玻璃。09年后，采购部换了进口玻璃，价格比七彩贵，账期比七彩短，但是品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只是价格和账期的问题，为了内部团结，理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爱悦集团和盛源本身就有合作。采购部为了几个回扣返点，去开罪爱悦，实属不智。爱悦集团09年后，是。七彩玻璃是爱悦当家人孙辈的创业项目。外公应该也知道，09年后，爱悦突然就和盛源鲜少再有深度合作了。这些数据整理不易啊。你才到苏州就这么大动干戈？说吧，这个采购部的人还做了什么？逃不过外公的眼睛。他在下属面前说我不专业，不会管理，我不要面子的。那你就把人家老巢给端了，孩子气。以后要更沉得住气一些。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谢谢外公。查查这个人在盛远任上的问题，查办的理由暂时不要涉及到双远。您对余森还是爱护的，不然波凯那边怕是要多想。他来找我，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不然这证据累累，他自己也能收拾得了。那不至于，余森对您还是很尊敬的，肯定要先问过您的意见。这孩子啊，周到聪明，真是个好苗子。可惜了。不行，我感觉我再也吃不下1粒米了。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旁边有家咖啡厅，下午茶很有名，要不要去那儿走走？别了，我求你了，我们能换个活动吗？可是那家蛋糕很好吃，尤其是草莓拿破。不行，再好吃我都吃不下了。可是我膝盖真的很痛，我走不动了。你怎么这么赖皮呀？虽然西光是罪魁祸首，但是英姐你也太没自制力了，还说要减肥呢，前面饿了几天都白费了。就是因为前面几天吃太少了，我才这样。那种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美食在眼前却不能吃的感受，你们懂吗？前面越是克制不吃，后面几天就会越来越想吃，然后就克制不住了呗。越压抑，越难以克制。哎，索性一直看不见这些好吃的倒没事了。你们这些没减过肥的人，不会懂的。越压抑，越难以克制嘛。对啊，所以突如其来的冲动不丢脸，也不是没出息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这叫缓冲，这叫慢慢来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我带我的脂肪谢谢你才对呢。
西瓜，你看了这么久了，有看到帅哥吗？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啊？对面那栋大楼我盯了好久，只有保安大哥在出出进进的。前面我就想问你，今天周6吧，帅哥也不上班啊。对啊，今天周6，不是周6的话，我们怎么会有空来上海？我加班加到脑残了。我们被西光忽悠了。西光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吃货，你就是馋这边的东西了。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吃这么多美食，我可开心了。继续吃吧，胖都胖了，我要把这些都吃完。装。加班不用这么积极吧？晚上去喝酒。你去吧，我报告还没写完。别太拼啊！光伏产业调研报告，盛远苏州那个子公司的贷款，这个案子好像没什么加班的必要吧？虽然让你跑了趟现场，但是我听说老板那边没什么放贷意愿了。小道消息，盛远的态度也很模糊。虽然派了一个新的副总经理过去，其实形同放逐。据说那个副总是老盛总的外孙，之前是盛远头拓部的经理，长得很帅，可惜姓林不姓盛。原来是他，他去苏州庄园了。怎么，你认识？之前宋总带我去盛远拜会时见过。你怎么小道消息这么灵通？我社交小王子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。按理说，你对盛远应该比我了解。你是不是有个美女同学在盛远？上次来找你吃饭那个。啊，我说你写报告怎么这么上心呢？不会是因为她的关系吧？我这么上心是因为老板发我工资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是你那个美女同学找你啊？不是，她找你你就立刻关电脑？你太重色轻友了吧？我只是去拿点东西，马上回来。欢迎光临。来得这么快，还以为要等你好久。我妈托你帮忙，不好让你久等。你昨天回南京了？是啊。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我们老板突然通知明天团建，你知道，我老板是盛远第3代长孙，留学回来的，各种时髦念头多得很，忙死我们底下人了。所以我吃过饭就赶紧回来，下了火车直奔你这儿。阿姨给你带的东西。要拿快递好了，这么麻烦你。干嘛这么客气？从小到大，我们互相帮忙带的东西还少吗？也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缘分，居然到工作了，还跟你这么近。谢谢。请你喝咖啡。好啊。我要一杯拿铁，再要一份你们这儿最有名的草莓拿破仑。他们家呀，最出名的就是草莓拿破仑了。抱歉，今天草莓拿破仑已经没有了。前一波客人打包走了剩余所有的草莓拿破仑。香草的呢？那就芒果千层。没事，谢谢。好，请稍等。其实这次找你，还有件事要跟你打听。什么？你最近
跟卓辉联系多吗？还好。其实也是思亮托我的，他觉得卓辉最近对他的态度有变化，不那么上心了，就想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。他上周找过我喝酒，没提到思亮。哦，当时也没提到别人。思亮一直没答应和他在一起，他有一些感情上的变化，很正常。这倒也是，尤其我们现在出了校园，面对的诱惑太多了，思亮应该早些做决定的。你呢？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我只想尽快赚钱，在上海站稳脚跟，其他暂时不考虑。请慢用。可惜了，没吃到拿破仑。什么人啊，居然全都打包带走。在街上走走，感觉好多了，终于不那么撑了。我感觉服务员的下巴都要掉了，吃了那么多，还要打包。我们难得来上海，这么好吃，不得打包点带回去给同事们尝尝吗？有爱同事嘛。那打车就火车站吧。这么多蛋糕，我可不敢挤地铁。好呀，你喜欢吃这个草莓蛋糕？对啊，以后我每周都想来上海吃。是在这儿打吧？好。啊，多久能打到车呀？这一定能吧，在桥下。西瓜，上车了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什么呢？我站在这人来人往的街道之上，每一分钟都有很多人从我身边匆匆走过，迎面而来，擦肩而过。我遇见了无数的陌生人，唯独没有他。我知道他每天都会经过这里，我知道他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，也许就在隔壁的街道，也许下一个时刻就会站在我现在站的地方。可是此时此刻，我遇不到，他也永远不会知道，有个人曾在这里，想象着与他相遇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就是觉得在上海相遇实在是太难了。原来你今天来这里是想遇见谁？其实也不想，这样就很好了。不明白哎，被你搞糊涂了。不明白就不明白，不重要了。好啦，我们回家。